美6代机已首飞，我们差距还有多大？美国也就算了，连印度6代机也快了。别急，听听歼20总师的振奋回答。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美6代机首飞，歼20迎来劲敌。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在武器装备研发方面，美国几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战斗机为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隐身战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拥有2种隐身战机的国家，这无疑让其他国家十分羡慕。并且，当今世界战斗机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经过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一款同时也是目前亚洲地区最为先进的歼20战机，使我国空军在亚洲范围内占有显著优势。纵观全球，拥有5代机的国家也只有3个，即中美俄。歼20可以说是中国的骄傲，但近期美国却传出有6代机首飞的消息，歼20或将迎来劲敌。现在，美国6代机的首架同比例的试飞已经完成，但要知道的是，实际上早在多年前，美国就已经提出了6代机的研究方向，也多次向国会申请研发经费。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过去，美国能够取得一些成就，也就不足为奇。然而，这条新闻的出现，也让大家不禁担心，美国的6代机即将问世，我国的歼20是否还会有优势？而我们和美国间的差距又有多大呢？6代机的基本概念，什么是6代机？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一些6代机的基本概念。现在已经是第6代了，那么与第5代相比，肯定要有代差优势。现在5代机的标配性能大多为隐身、超音速巡航、高机动性、先进的航电系统、出色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信息融合能力。虽然第6代战斗机的性能指标目前还没有定论，但相对于第5代战斗机，它的隐身能力必然是会更强的，可以在可见光和声波的范围内做到隐形。也就是说，你可能很难察觉它飞过人类的视距。不仅如此，随着科技的全面进步，6代机的发展肯定也不再像5代机那样只发展为空战多用途飞机。现在的6代机基本上已经分成3大类，即无人驾驶飞机的6代机、高空高速版空天6代机，以及5代 AGM， 也就是由5代机魔改后所得到的6代机。以公开的信息显示，目前只有美国正在同步研发3种战机，但是无论发展成什么类型，都要达到被称为6代机的标准。尽管性能指标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它必然是陆海空天电网的有机结合，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6代机。先进的战机可实现物联网互联互通互操作，简而言之，就是与现有的5代机相比，6代机更难被发现，飞得更远，更能看清战场，也更能打。多国竞争，但大多数都是重在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前5代机项目研发上的失败，让日法英等国憋了一口气，想要重整旗鼓，在6代机上实现弯道超车，同步领先，好分一杯羹。世界上有许多大国提出了制造第6代战机的计划，截至今年为止，世界上已知的6代机项目分别是美国 FX 计划、波音 FA-XX 计划、法德西计划、FCAS 计划、日本的新神型战斗机项目、俄罗斯的苏70计划、英译瑞计划，以及在我国高度保密的6代机计划。最近，英国还主动向印度抛出了橄榄枝，似乎打算让印度也加到6代机项目之中。只是5代机都没研发成功的国家就来造6代机，这里表示怀疑，难道是重在参与？不然弯道是那么容易超越的吗？众所周知，自从 F2 1997年首飞以来，第5代战斗机已经成为空军的新宠。超级机动、超音速巡航、超感知、超隐身，使第5代战斗机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 F2 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中坐稳了将近20年，一直到歼20出现，它才打破了单打独斗的局面。但是现在，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如今英国的6代机项目已经得到了意大利和瑞典的支持，在多国联合研发的情况下，英国有信心在2040年让这款战斗机批量生产，这个时间可能比美国还早。届时参与国都将获得这款最先进的空优战斗机，确认自己在本地区的空中优势。那么面对英国再次抛出的橄榄枝，印度这次会答应吗？英国邀请印度参与6代机项目，印度会答应吗？据了解，实际上早在几年前，英国刚开始暴风雪计划的时候，就曾邀请过印度参与该项目，但当时遭到了印度的拒绝。然而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英国所带来的筹码似乎更加的丰厚，为此印度人为此吵翻了天。从目前他们的表态来看，主要分为2种观点，一种是持反对态度，一种是持观望态度。反对的观点主要认为，英国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想要印度入伙，最看重的还是印度的财大气粗。
印度要认识并摆清自己的位置，而且英国连一款像样的5代机都没造出来，现在直接跳到6代机肯定是问题重重。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人自己本身也在研发先进战机。在目前印度制造政策的支持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 AMCA 战机项目得到了大量的资源注入和政策倾斜。如果这个时候再跑去和英国人合作，那么之前的投入很可能就会打水漂。而持有观望态度的人则认为，印度至少应该和英国暴风雪项目做一下接触，因为现如今印度自己并没有能力开发出一款堪用的大推力发动机，他们所倚仗的 AMCA 项目全部依靠美制发动机才得以进行。一旦未来美国方面不愿意提供发动机，那么势必将会影响到 AMCA 项目正常运行。而印度方面如果能够与英国的暴风雪项目接洽，那么印度很可能会从英国的罗罗公司手上获得一些先进的发动机制造技术，这无疑将推动印度自己 AMCA 项目的后续发展。所以印度还是有必要考虑一下英国的提议。我国6代机在何处，会不会落后？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为歼20感到着急。这要是美国也就算了，连印度都快研制出自己的6代机，那我们呢？6代机研制出来后，歼20会不会就此落后？我们自己的6代战机又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终于听到了来自歼20总师杨伟院士给出的振奋回答。他在关于未来战机发展的若干讨论一文中表示，人工智能是6代机的一项关键技术，而在这一领域，我国占有更多的优势。除此以外，我国也已经开始了6代机的研发，与美国已经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一回复可谓是振奋人心。我国在6代机上同样展开了研究工作，这无疑意味着我国并没有落于人后，甚至还有可能抢先在美国之前获得成功。毕竟6代机的性能如何还没有标准，而且6代机即使研制成功，那也并不意味着歼20的优势会减弱。毕竟新一代战机从测试到真正服役，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而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在向美国防部提交某相关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在研发的6代原型机名为火龙，而且研发进展明显快于俄罗斯。其除了在5代机基础上使用智能皮肤，拥有更宽频的隐身能力和高超音速巡航外，其雷达系统和智能驾驶导航系统无疑是其最大亮点。不过这些消息也不知真假，毕竟我国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我国在6代无人机方面会以利剑无人机为原型，全面优化其各项综合性能。这种综合化的发展理念基本和欧美国家的6代无人机走相同路线。不过即便有计划，估计也仅仅是立项阶段而已。毕竟发动机仍然是制约我国空军发展的瓶颈，下一代战斗机必然要采用变循环技术。在这方面，我国的6代机依然任重道远。连我国都如此吃力，真不知道印度三哥哪来的信心，公开称已经进入提案研制阶段的。为何说不用过于高看6代机，俄罗斯或将再度落后？虽然印度人有些迷之自信，但美国作为第一个研究出5代机的国家，首个研究出6代机也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的。毕竟6代机首飞已经证明了美国人在这一块的进度，其研究出来后势必会对5代机造成代差上的压制，届时歼20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不过目前其实也不用太过于高看美6代机的实力。要知道，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可不仅仅只有歼20这根毛，也有量子雷达这种盾。量子雷达的全名为超导单光子激光雷达系统，其可以对数百公里以外移动的目标进行实时跟踪和探测，并且还配备了灵敏度和精度都较高的超导阵列单光电探测器，这将大幅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人还是使用目前的涂层技术来铺盖6代机的话，那即使是6代机也无所遁形，几千亿投资或将失去意义。总的来看，美国海空军再度在制空战机方面走在全世界的前面。在美军6代战机进行试飞的时刻，俄罗斯空军5代战机还没有正式交付，这种差距确实令人唏嘘。尽管当前试飞还只是验证机，但按照美国空军研发装备惯例，这款战机预计将在5到8年内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逐步列装给美国空军。可以说，如果俄罗斯再不奋起直追，那便很有可能在制空战机方面再度落后于我国与美国。而我国航空发动机也一直是我国航空工业的硬伤。5代机歼20首飞这些年过去，都没装上一款满意的5代发动机，更何况现在的6代机，这是我们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